七国集团领导人周一在德国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持续支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于当天告诉这些领导人，希望乌克兰的战事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这些国家还在讨论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措施，不过此前制裁计划迟迟没能奏效，反而使美欧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痛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他在讲话中要求七国集团对乌克兰提供全面的援助，包括运送防空系统等。泽连斯基还表示，希望在今年冬天开始前结束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这也是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进入第5个月，并且乌东战事陷入被动后，明确提出乌方希望结束战事的时间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会后透露，泽连斯基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谈话时，重点关注的是努力确保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月内，而不是未来几年内，可在战场上处于尽可能有利的地位。沙利文称，因为泽连斯基认为一场旷日耗时的冲突并不符合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我觉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还是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外交的场合呀，来要唤起这个西方对自己的这种重视啊。那么特别强调乌克兰的困难，强调西方对自己的援助的重要性，这样以确保乌克兰在对俄的这种长期的对峙中能够取得胜利。随后，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持续支持，将继续协调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培训和后勤、情报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还随时准备通过扩大在情报和信息方面的共享，确保信息安全以及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以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抵抗韧性。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包括对首都基辅的空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计划最早在本周宣布，已为乌克兰购买了先进的中远程地空导弹防御系统——挪威先进防空系统，可打击16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其实，西方还可以对这个乌克兰进行更大的援助啊。然后我们看到了，特别是在武器装备这一方面啊，这个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从原来的比较短距离的防御性的武器，现在要向长距离的、中长距离的，更有一种威慑令的这种武器方面的发展。其实这也是一个对援助升级的这么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方领导人的这些讲话，我觉得是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的。美欧还试图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美国白宫周一宣布，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欧洲能源安全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将共同努力寻找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减少俄罗斯能源收入的方法，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所需的资金来源。不具名美国政府高官透露，G7领导人将试图限制俄石油价格。不过，俄罗斯生意人报分析认为，G7国家正在讨论通过运输和保险的限制来对俄罗斯油价实施上限的可能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产油国的阻力，因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所有石油进口国都不太可能遵守G7规定的石油价格上限规则，因此这一计划不会成功。而美欧如果制裁俄罗斯石油，如何解决全球石油产能短缺却是无解。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向他透露，石油输出国组织最大的2个石油生产国沙特和阿联酋很难再增加石油产量。马克龙把这一消息告知了美国总统拜登。同时，法国总统府周一还表示，为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量，遏制油价，希望受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伊朗、委内瑞拉回归国际石油市场。那么现在俄罗斯的石油的产量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价格在上升，所以它的这种价格的上升弥补了它的这个出口量的减少，反而导致它整体的这个石油的出口收入一直在上升。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西方的制裁并没有收到这样意想的效果。尽管G7峰会高调展示团结应对，但英国广播公司称，最近几周西方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的团结有所动摇，一些领导人开始讨论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有英国政府官员表示担心，尤其是法国，随着国内政治压力的加大，它正在失去对这场长期战争的兴趣。在如此严重的通胀危机
击下，燃油、食品等生活成本飙升，让欧洲多国民众叫苦不迭。欧洲出现不该盲目追随美国的反思声音。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欧目前正在讨论几项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价格、由欧盟集中采购、禁止船舶保险，以及施压继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国家等。这些措施可以加大对俄打击力度，但也会让美欧消费者直接付出巨大代价。就是说，其实现在需要关注的就是西方国家国内的它的国内的政治的状况是否会影响它的这个对外的政策。今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尽管美国、英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呼吁应将普京排除在 G20 峰会之外，并有意抵制有俄罗斯代表参加的 G20 框架下活动，但作为 G20 东道主的印度尼西亚不愿意跟进这些国家的呼吁。印尼总统佐科上周末作为嘉宾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随后他将于本周前往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总统普京。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周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但具体形式还在确认中。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周日晚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态称，他个人并不支持因普京的参与而抵制今年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他表示，普京潜在的出席安排不应成为西方领导人抵制这场会议的理由。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也表态称，即使普京出现，他本人仍然对出席 G20 峰会持开放态度。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在北顿涅茨克的争夺已经基本结束。随着乌军撤出该城，俄乌双方又在利西昌斯克展开激战。此外，俄军战略轰炸机近日罕见地从白俄罗斯领空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俄总统普京还许诺将向白俄罗斯提供具备核能力的战术导弹。此举也引发外界对于白俄罗斯会否加入战局的猜测。自从乌军撤出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市成为目前乌方在卢甘斯克地区控制的唯一一座城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顺利推进，乌军在利西昌斯克作战方向已失去控制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继续集中主力部队，正试图从利西昌斯克市南部和西南方向包围乌克兰守军。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损失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根据英国天空新闻台的报道，乌军驻扎在北顿涅茨克以南的海军陆战队是乌军精锐，该部队已有80%的军人伤亡。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попытки перехва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ысокоточных ракет зенит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размещенными в городе. Украинскими расчетами зенитно-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300 и Буком-1 было применено более 10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сопряжения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в городских кварталах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комплексов ПВО и ради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2 зенитные ракеты С-300 были сбиты в воздухе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укам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дна из сбитых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 упала на жилой дом.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一报道，当天下午3时50分，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一家购物中心遭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周二表示，根据初步数据，俄罗斯用2枚导弹击中了克列缅丘格，其中1枚击中了购物中心，另1枚击中了该市的体育场。俄方表示，这一购物中心实际上是被用于存放军事装备。自从上周6开始，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实施多轮大规模导弹打击，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俄空天军出动6架图 22M3 逆火战略轰炸机，从白俄罗斯境内起飞，对基辅、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州的地面目标发射12枚 KH-22 巡航导弹。外界注意到，这是俄军近来首次从白俄罗斯发射此类导弹。俄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上周举行会晤，也对外释放了明确且清晰的核威慑信号。普京在会谈中表示，美国在欧洲6个北约成员国境内部署有200枚战术核弹头，北约配备了257架战机用于搭载这些核弹头。卢卡申科请求普京提供协助，就北约携带核武器的军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飞行做出对等回应。卢卡申科强调，我们需要做好万全准备，哪怕会动用威力最大的武器，也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个人觉得，在动用核武器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都是非常慎重的，他们有比较完善的这个机制，还有呢冷战时期积累的经验。那么
不太轻易会把这个战争升级到核战争那一步。那么至于白俄罗斯想获得核武器，这个我觉得在短时期内，在危机不升级的情况下，普京可能还是会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白俄罗斯提出动用威力最大的武器的要求，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动力网站称，虽然普京表示目前尚无必要对北约在白俄罗斯附近上空进行载弹训练飞行做出镜像式回应，但俄罗斯将在未来几个月向白俄罗斯移交具备核能力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报道特意强调，这意味着白俄罗斯可能重新获得核能力。据称，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曾继承了81枚白杨公路机动洲际导弹和数量不详的战术核武器。根据协议，白俄罗斯于1993年5月前将所有战术核武器转交给俄罗斯，并在1996年11月之前将洲际导弹配备的核弹头也归还给俄罗斯，从而实现本国的无核化。据介绍，伊斯坎德尔 M 是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最新型号之一，它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可以携带高达68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高爆弹头、集束弹药、燃料空气弹头、钻地弹以及核弹头等。具有核常兼备、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是俄军重要的现代化装备，用于反制美国和北约实施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也是俄对美、北约进行核威慑的重要利器。动力网站称，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军就将伊斯坎德尔导弹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并多次从该国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持续，尽管俄军在东部顿巴斯战场相继取得重要进展，但俄军从白俄罗斯甚至俄白组成联军开辟第二战线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俄白对乌克兰北部发起攻击，在乌军将重兵部署在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下，乌战场态势可能将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白俄罗斯一直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允许俄军从本国境内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为俄军充当后勤中心，但未派兵实质卷入俄乌冲突。不过，近期以来，白俄罗斯接连做出一连串敏感的军事部署。白俄罗斯政府宣布成立南方作战司令部，并将该国武装力量从目前的6.5万人扩大到8万人。5月初，白俄罗斯突然对全军进行战备突查，6月开始举行军事演习，演练从和平时期向战时阶段的过渡。6月22号至7月16号，白俄罗斯还在东南部靠近乌克兰的戈梅利州举行军事动员演习。这一系列举动都被视为白俄罗斯准备军事涉入乌克兰战场。俄罗斯军队发起的第一波攻击，2月24号发起的对基辅的攻击，就是从白俄罗斯领土上出发的。那么白俄罗斯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包括情报、包括这个后勤的支援，所以呢，这其实已经构成一种实质性的卷入，但是他唯一的没有做的就是派兵。那么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军事大国来说，白俄罗斯派不派兵对他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一种外交上、政治上的一种考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近期俄轰炸机开始从白俄罗斯空袭乌克兰，那么您认为这是白俄罗斯参战的信号吗？这确实是一种冲突升级的信号，但白俄罗斯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不大。首先，它时机已逝；二呢，俄白利益未必完全一致。先看第一点，既然白军在2月24号俄罗斯4大集团军夹击基辅之际都没有出动，现在出兵更像是马后炮，无补于战局。因为乌克兰已经实现总动员，西方援助和北约军事策应都基本到位，白军出兵势必让自己和北约的波兰、立陶宛处于战争状态，而他的实力呢又远远弱于北约。当前，俄军奉行东打西炸的策略，集中地面部队解决顿巴斯当面的乌军重兵集团，同时借道白俄罗斯猛炸西乌克兰的后方仓库，尤其重点打击铁路枢纽，阻止北约军援武器抵达顿巴斯前线。白俄罗斯在对俄结盟的形势下，只能做到开放天空这一步。第二呢，受去年西方颜色革命逼宫的危机之后，白总统卢卡申科确实向俄罗斯靠近了不少，包括允许俄军常驻境内。但
防止被动卷入俄乌冲突仍是一条底线，除非战局到了乌克兰或者俄罗斯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才会在形势明朗后选边站队。卢卡申科3年前曾说过，对白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莫斯科和基辅在政治和外交里保持平衡，无论形势怎么发展，我们都不会介入这场冲突。白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都奉行防御性战略，我们不会进攻任何国家。政治强人卢卡申科很明白，深化俄白关系是实用主义选择，但保证白俄罗斯的主权独立永远是不破的底线。这就要求他必须在俄乌冲突中保持某种超然态度。那么您认为现阶段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事的追求目标是什么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探讨这个问题，针对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作战目标本质是什么？种种迹象看，当无法改变乌克兰精英们脱俄入欧的趋势后，俄罗斯决心至少要控制或者摧毁乌克兰工业精华地带，让它在美国和北约面前失去大部分价值。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3594家重工业企业，职工140万，尤其是以冶金、动力、汽车、航空航天为最。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俄乌产业合作，在克里米亚危机后被切断了，不仅让乌克兰企业失去了最大的客户，也让俄罗斯搞进口替代困难重重。乌克兰的媒体就注意到，冲突爆发4个月里，俄军的去军事化行动有强烈的工业特征。如果碰到像亚速钢铁厂这样既与俄厂商竞争且不具有技术唯一性的企业，那就毫不留情的摧毁。如果是与俄企有配套关系，而且短期无法替代的乌企，则采取搬迁或者技术转移来对待。比如说比尔江斯克的亚速电缆公司，它就长期为俄海军舰艇提供通信电缆、海缆、高频电线等等。再比如对俄持友好态度的乌企，并能直接支援作战的话，那就由俄方提供原料和订单，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计划。比如负责维修战损坦克的卢甘斯克铁路机车厂。客观上，俄罗斯正复制苏联时代的思维，那就是遭到战略合围时，确保绝对的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当西方企图利用原苏联国家来威胁俄罗斯的时候，就像俄专家所说，如果乌克兰进行一个彻底的去俄化的话，那么俄罗斯就要先给他来一个去工业化。北约峰会即将于当地时间周3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本次北约峰会将做出多项重要决定，包括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增加至30万。另外，他还透露，北约新版战略概念将俄罗斯定义为最显著与最直接的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表示，此次峰会上，北约将公布未来10年的纲领性文件战略概念，其中将改变涉及对俄罗斯定位的措辞。在2010年北约的战略概念中，俄罗斯仍被描述为战略伙伴。I expect it will make clear that allies consider Russia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direct threat to our security. 为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在峰会上将聚焦加大对防御的投入，具体措施包括大幅提升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这些部队将会与各国国防力量一同训练，以便于熟悉地形，并快速地应对任何紧急情况。At the summit, we will strengthen our forward defenses. We will enhance our battle group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lliance up to brigade levels. We will transform the NATO response force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ur high readiness forces to well over 300,000. 斯托尔滕贝格这一表态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因为目前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约4万人，增兵至30万意味着暴增650%。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和特种部队，创建于2002年，并在2003年正式成军。该部队类似于各国的常设部队，不同之处在于它汇集了不同兵种和所有现代化军事反应能力，即不设置固定编制，人员每6个月将轮换一
次，各国海陆空各兵种中的部队进行日常联合演练。一旦北约发布动员令，他们将被快速部署。该部队能进行军事高科技、高强度战争，并且在接到命令后7天内具备部署到世界上任何需要的地方的能力。后续部队能在30天内到达。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扩军至4万人，尤其还加大了在以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为首的中东欧国家的部署。周一的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还特别强调，此次扩编后部署在东欧地区的多个北约战斗小组将升级至旅级编制，意味着每一个作战单位都会有数千名士兵。那数量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是北约对于俄罗斯军事威慑的质变。所以近期我们会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的是快速反应部队在扩充的时候，它的职能是要保证这些国家领土的安全，而并非俄罗斯在占领这些国家之后，北约再去收复。对俄罗斯的战略的威慑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方面的进一步的反弹，使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在扩军和一系列军事调遣的背后，也离不开军费的支持。斯托尔滕贝格透露，算上欧洲和加拿大军费预算的提升，2022年将会是北约盟国军事开支连续第8年走高。他也敦促各国增加军费，称各国 GDP 近2%的国防预算目标只是支出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9 allies now reach or exceed the 2% target.19 allies have clear plans to reach it by 2024. 2% is increasingly considered a floor, not a ceiling. 北约峰会将于周3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连日来，数万民众在马德里市中心举行反对北约、支持和平为主题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La OTAN es una organización criminal que ha bombardeado y ha saqueado pueblos de Europa, como por ejemplo en Yugoslavia.Hizo bombardeos a las órdenes de Estados Unidos, que es para lo que está, para que los militares de Estados Unidos vivan por la cara, sin hacer nada. Harta de que solo haya un negocio que es las armas y matar a la gente. Y la solución a los problemas son armas y guerras. Y siempre pagamos los mismos, Y por eso, por OTAN no, bases fuera, que los americanos se vayan a sus Américas y que nos dejan tranquilos de guerras y de armas.不少示威者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是俄乌冲突等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北约的存在就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军费的上升对于美国利用北约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对于美国更好的使用北约，让北约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呢，2%的目标从目前来看，更多的是符合美国整合同盟体系、美国加强北约的这种目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北约成员国来说，2%的目标有不同的意味，尤其是在现在通胀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一系列因素的困扰之下，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承受更多的压力，会使民生受到影响。这也是很多国家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不满的声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即将于周3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将首次把中国列为需要应对的挑战，那么您觉得其目的是什么呢？北约峰会提出中国议题呢，今年不是第一次，但是把中国挑战写入北约10年战略构想，这是第一次。2020年北约发布的改革报告把俄罗斯呢列为10年主要对手，强调更严肃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2021年6月的北约峰会，在拜登政府的鼓噪下那么在会议公报中呢，首次把中国列为安全威胁，说中国对国际秩序与联盟安全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秘书长呢解释说，北约没有把中国视为是敌手敌人，只是不共享价值观。那么这次北约峰会呢，遇到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在北约和俄罗斯的战略冲突之中，中国的立场非常重要，倾向于谁谁就能占据优势。那么到现在呢，中国仍然是处在中立地位，劝谈促和，尽早的结束战争，顾及各方的安全利益。但是呢，在北约眼中呢，中俄关系呢要更加密切一些，因此呢，要更坚定的对抗中国的军事崛起。另外呢，中美关系是越来越紧张，美国同样在借助北约盟友的力量来制约中国。北约对俄的战略需求和美国对华战略制衡，两者相叠加呢，就把中国写进北约新战略构想中了。
同样呢，这关注乌克兰局势也没把这个注意力从中国身上移开，使北约呀显示团结的一种姿态。欧洲呢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机构啊还是欧盟，而不是北约，所以呢，北约说中国议题似乎有些跑题了。中国需要警惕的倒是，美国呀正领导北约通过欧洲和亚洲的安全联通，让欧洲国家介入到印太战略中，来加大对这个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需要智慧应对，那么要通过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别让这个北约的欧洲国家呢把手啊伸到印太安全领域。我想中国呢是能够做到的，欧洲国家呢也是不愿意搞坏与中国的关系。北约决定把现役4万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将近8倍，使其达到30万人的规模。这是在准备大战吗？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以后，美西方呢一直担心发生世界大战，包括核战争。因此呢，北约国家只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和经济援助，但是呢，不敢公开的派军队介入，生怕呢引发世界大战。但是美西方呢，对俄金融制裁、能源制裁、黄金制裁，甚至是舆论战等等，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混合战争，只剩下军事上的交火了。那么，为了提防欧洲大战呢，北约快速的扩军，把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了8倍。另外一个原因是，北约新增的这个中东欧成员国呀，以往呢是没有多少这个外国军队驻扎的，只有龙训和这个龙转。那么克里米亚事件以后呢，北约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部署的多国作战部队人数呀不超过5000。经过俄乌军事冲突以后，那么靠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呢就非常担心俄罗斯会对乌克兰一样对待他们，呼吁北约呢要增加兵力保障安全。所以呢，北约呢大幅的增加了快速反应部队，将部署在对俄前沿国家，形成对俄罗斯的军力平衡。北约扩充快速反应部队的做法呢，是目前正在做的积极防御战略的一部分，也被称为是这个预防威慑，即向东部署足够的战斗部队，以防止俄罗斯坦克呢首先进入欧洲国家的边界。美方与台当局周一举行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磋商，台媒称磋商达成了所谓高标准承诺和有经济意义成果的协议。不过，分析指该贸易谈判完全没有提及关税与市场准入等重要经贸议题，没有太多实质内容，政治意涵远大于经贸意涵。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表示，台湾民进党当局应趁早打消以美谋独的算计，否则他们跳得越高，摔得越惨。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和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邓振中周一进行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磋商。磋商前，邓振中因确诊新冠改视频方式出席。台当局在美联络人肖美琴到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参加会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比安奇在会上表示，美国和台湾地区基于共同价值观，有着长远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称所谓倡议将为双方劳工与企业释出市场机会，促进创新并创造包容性的经济成长。新闻稿称，两人也讨论制定协商路线图，承诺将涵盖多个贸易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监管实践、农业、反贪腐、中小企业、数位贸易、劳工、环境、标准、国有企业与非市场政策实践。这个美国和台湾地区呢，在这个本身呢，他们加入这种经贸框架的这种目标实际是不一样的，但是美国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把台湾呢紧紧的抓在手里，把它作为一个旗帜呢打着一张台湾的牌。在这个美国呢和台湾的商谈呢，我估计呢，一个呢是美国的技术，也就是美国非常重视的所谓的生产链的重置，那么要把台湾呢拉拢在自己的身边。第二个呢，就是要诱使台湾的资金能够大规模的进入美国。但是呢，台湾现在呢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至于台湾所希望看到的美国降低这个，比如说关税，比如说货品商品的零关税进入美国的市场，美国不会做任何的让步。对于美台举行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磋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
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与台湾当局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台湾民进党当局应趁早打消以美谋独的算计，否则他们跳得越高，摔得越惨。台湾地区与美国6月1号宣布启动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蔡英文当局还大肆鼓吹称该倡议是双方关系大跃进。不过岛内一些专业人士就表示，这个所谓的倡议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美方已经挑明11项谈判根本不涉及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内容。观察指，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与印太经济框架高度重叠。美国拒绝了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要求，通过所谓倡议，让台湾地区以另一种更弹性的方式参与到印太经济框架。台媒分析称，所谓倡议位阶低，因不必经过美国国会批准，代表其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都不是太高。该倡议完全不涉及关税与市场准入，因此对台湾地区而言，其实是缺乏立即的实际利益。政治意涵是远大于它的经贸意涵的。政治意涵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参加印太经济架构，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宣示，让大家觉得说，哦，美国并没有抛弃台湾，美国还是对台湾非常好的。可是宣示完了之后，它会有任何的实质意涵吗？坦白说，我觉得要有任何的进展都很困难。而如果有任何进展，我大胆的说，其实反而对台湾都不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的消息，振奋了香港各界。新华社周一发布6000余字重磅长文，紫荆花开正烂漫，踔厉奋发启新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香港发展纪实，系统梳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始终关心着香港发展和香港同胞福祉，始终牵挂着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做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引领香港书写出同祖国一道走向伟大复兴的宏阔篇章。文章表示，进入新时代，如何让香港发展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思考的重大课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下，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5年前，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香港视察。正是这一次莅临香港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描绘出宏伟蓝图。从促进双向投资、推动贸易便利化，到构建新型合作模式、搭建多元合作平台，再到强调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香港更好融入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提出殷切期望。那当时我们已经强烈感觉到，这个是香港发展一个最好的机遇。香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他勉励大家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1997年至2021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2.7%，人均 GDP 翻了1倍。在中央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创新科技、文化艺术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香港同胞的民生冷暖放在心上，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香港市民。希望在发展里面解决我们社会里面的很多的问题，房屋是一个重点，让他们有一个幸福感、安居乐业、关爱共荣、多元、有活力、有梦想的香港，多么好，多么美，多么吸引。文章指出，2019年受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香港长期存在的问题、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修例风波中集中暴露出来。香港面临回归祖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举措出台，为香港克服眼前困难、实现长治久安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实现依法安香江，到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为香港各界集中精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造了基础条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香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我们的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特别策划“庆回归创未来”。提起香港，大家会想到东方之珠、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而科创中心这个新标签的讨论热度正在不断升温。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过去5年来，在国家的支持、特区政府的努力下，香港科创发展走出加速度。深圳卫视记者日前走访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对话多位香港科创界知名人士，带来深度观察。香港科学园位于新界大埔区，成立于2002年。这里依山面海，风景清幽。漫步在园区内，感觉不到这里是寸土寸金的香港。在设计之初，科学园就认定开放的空间有益于思维的发散，因此这里以人工湖为中心，打造了生态休闲空间。通过展览厅、露天剧院、大广场、冰水商业、音乐喷泉等各类小型公共空间，激发工作者无限的灵感与想象力。我身后的是香港科技园的地标金蛋，它可谓是名副其实，象征着孕育和丰收。这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和研发基地之一，从机器人、精密工程以及可再生能源和制药行业，香港科技园吸引了大量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公司。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类似热带雨林的创新科技生态系统，它有一套完善的创业培育计划，为每一个初创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科学园里，科创企业从孵化、加速走向国际市场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得到充分照顾。这里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种软硬件支援，各行各业均在园区内轻易找到切合需求的科研设施。自创业孵化计划成立以来，科技园公司累计孕育超过870家初创企业，80%在孵化后仍在营运。上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4小龙时期，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轻工制造业是香港的辉煌印记。当时香港的相关科技研发与设计能力处于领先地位。不过，随着大量轻工业迁入珠三角地区，香港的整体经济结构转向金融与服务业，原有的研发与设计优势渐渐式微。展望未来，黄克强感叹，现在整个世界都被科技颠覆。和黄克强有着类似想法的香港人士不在少数。时间倒回5年前，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在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感触良深。他注意到内地和香港的科技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但仍存在一些障碍。2017年6月，陈清泉院士联合23位在港院士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表达了香港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
习近平主席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并迅速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陈俊远士也是我的老师啊，这个连同我们总共24位院士，就是写信给这个习主席，习主席呢也是给了重要的批示，我们是受了很大的鼓舞。现在我们基金过河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大力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也是让我们香港的科研业界可以得到大力的支持。也是过去几年，为什么我们现在创科会发展到那么生机勃勃，到了黄金的时间？5年来，各项政策的落地，让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得到扩大和深化。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强调香港要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2021年3月，“14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在国家支持下，香港科创发展跑出了加速度。香港本地初创公司的数量5年间大幅增加近70%，至2021年的大约4000家。这些科创企业雇佣的员工也从2400多人增加到12000多人。同期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从大约98亿港元跃升3倍，至逾400亿港元。香港科创也在国际上收获认可。2021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香港荣获亚洲之首，世界第2，其中科技方面位居世界第1。中央是非常支持香港的科研的发展，我们已经有16家国家的实验室，我们又有6家是共同的跟内地的研发中心。那么另外独教授，从2017年是0一个都没有，现在已经有18家这个独教授。我们在这个科学院里边，现在工作的科研人员已经超过17000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第5届特区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投资了1500亿港元，用于支持科研实验室建设等项目，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快速发展。比如扩建香港科学园、香港数码港，和深圳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建设新的科技创新园区，未来还要在北部都会区规划建设科技城。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访问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14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对香港意义重大。香港目前产业比较单一，金融业虽然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3%，但是只雇佣了7万多人，面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呢，是给我们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也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有更好的优质的就业的机会。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课题。香港在我们一国两制当中呢，一定有我们的优势的。我们在我们的法律还有我们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简单的税制当中，还有我们大学的水平，在香港有5家是全球100场当中的大学，这个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给我们科技公司去发展。香港特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介绍称，目前香港基础研究已经满足创新从0到1的研发阶段，在1到10的初步生产阶段也建了高级制造中心。然而创新最终还是要进入市场并大量生产，必须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联动起来。所以用好我们跟深圳、东莞其他城市的合作呢，正好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商业这个创科的生态产业链就连起来。所以为什么说要事互补、强强联手，就是这个概念。
成立于2016年的联融集团主要服务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开发智能机器人搜索引擎，可以对开户人过去几年的背景数据进行检索、智能分类，帮助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情况进行审查，以避免潜在的风险。目前，联融集团正致力把人工智能信贷风险评估方案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那我们团队里边呢，其实上除了这很多就是科技的人才，也有很多就是从金融方面找过来的专才。它主要就是帮我们看，如果这个产品要放到大湾区、要放到国内的时候，要怎么去做调整，那才能够让机器人在看风险的时候看得比较准。有了新定位，香港未来创新科技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香港特区政府也在2021年施政报告提及，将预留多幅土地做创新科技发展之用。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预计在2025年完成扩建。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中，特区政府计划将港深创科园和落马洲新田一带整合为新田科技城，连同深圳科创园区的用地，整体占地面积将达到约540公顷。在这个540公顷的港深创新科技发展区呢，我充满信心，就是未来我们国家的硅谷，就是可以在生命科技方面呢，人工智能方面可以有大力的发展。